们支付了。好，慢走。喂，喂，你干嘛跟踪我啊？我跟踪你？哦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朋友在这边住院，我过来看他，控制手气不太礼貌，所以就来买点水果，可能是碰巧，跟你走重路了吧？是吗？波姑娘，如果你只是想认识我的话，我叫罗任，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可以随时打给我。就让他走了？定位显示已经到了。那这么多家，哪家是他家呀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，陈女士今天没来。他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
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没可加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没可加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这就是那个罗任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，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，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残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溪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多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都有吃素的呀，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，
彭姨，他是罗刃。霍从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刃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彭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岸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伺候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喜欢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按我性命就跟你走。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
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，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光年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？木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。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儿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落马湖是个霍总这号人，他家住在城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，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木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品婷怎么样？好，还
还是老样子。哎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布袋，我感觉有7、8分像了。这2天，我打算把杂货店转手，钱一到位，我就带着画像去小商河，大不了见人就问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揪不出这个人。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对，达伦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这你家呀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，牧区，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灾头上了。
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，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焦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柳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曾春家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残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残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娉婷。不行，要弄清真相，还是要从恒宇入手。还没睡呢。
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割皮的人应该就是中期大 boss 了。这人会是张光华吗？罗文淼那次也就算了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岑春娇就在走廊里，那么短的时间，他能做到进屋、割皮、逃走，不留任何痕迹，太可怕了，这哪像人能做出来的？你说你们两个怎么能合起伙来骗我呢？真不够意思。郑博早上发给我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时间等了。平顶上的歌是我叔叔杀人前唱的。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，但是一来李坦是个急性子，二来我们都觉得不告诉你们一切反应都是真实的，效果反而好。事态紧急，所以行了下策。我前2天不是睡不着吗？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案子的事儿，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。你说，你说那幕后的主谋会不会是超自然力啊？这很奇怪吗？不好意思，刘树海掉进河里之后性情大变，是被控制了，后来死在小旅馆里，又控制了你叔叔。所以你觉得现在聘霆锋了，是被这种力量控制了？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大师帮忙喽。说说嘛，说能不能说啊？哎，现在肯喝我的水了啊！这一次是真的下了毒。